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达哈沟中文频道。很多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，第一个烦恼不一定是工作，也不一定是语言，而是少了一份陪伴。人生地不熟的时候，如果能遇到几位来自同一个家乡，愿意一起吃饭、聊天、互相照应的朋友，异乡生活好像就没有那么孤单了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，在越南生活的台湾人是怎么从陌生人慢慢变成彼此生活中的朋友。掌声欢迎今天的来宾 Carrie。 嗨，我是 Carrie。 你好 Carrie， 要不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？我是从台湾的公司外派过来的台干，那外派的时间大概是前后加起来大概1年半左右。对，但是我算是比较特殊，就是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从台湾的部门调过来，所以来这里的时候是没有认识任何的同事的。对 OK， 所以就是只身一人。对OK， 好，那你来越南多久了？大概因为我2024年的时候是出差，然后觉得发现好像我还可以习惯越南的生活，然后到2025年的3月就正式派驻，然后一直到现在。哦、OK， 刚开始来这里生活和工作的时候，你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喝的饮料。饮料吗？因为越南偏甜，然后就是越南的饮料大家都会加料。对，那其实在台湾的手摇饮不会常常有加料的状况。对，所以这个部分我还蛮不习惯的。对，就有时候想喝一杯纯茶，但可能喝不到。对，我也同意很甜的这个部分。就是他们会加很多糖。对，可就算你已经点少糖还是很甜。对，然后外送的时候就是也会蛮错愕的。对，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在越南算蛮不习惯的吧，一直到现在还是。那你请举出就是你在越南最喜欢喝的一个饮料，要当地的哦，不可以什么珍珠奶茶。当地的饮料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不喝咖啡，所以我大部分我都是喝西瓜汁。因为对越南的西瓜很甜，所以其实西瓜汁是很好的选择，然后又很消暑。对，西瓜汁好了，像我就蛮喜欢喝荆棘甘蔗汁。哎呦，下次我可以试看看。好，OK。好，那刚来越南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觉得很孤单？其实有，就是一开始因为像我们在工厂上班是1到5，1到6我们都要上班，所以我们其实只有礼拜6的时候才会有厂车带我们来胡志明。对，那1到5的时候，当时候你在还没有认识很多同事或是朋友的情况下，会蛮无聊的。对，就是你在工厂的生活就是真的偏无聊。对，就是你会找不到事情做，然后你认识的同事就是跟你也没那么熟。对，就是需要慢慢的调整这样子。我差不多认识你大概3个多月吗？4个多月？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快半年。对，差不多。但我其实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会社交的人，所以想要问一下，你通常是怎么认识新朋友的？去酒吧。去酒吧吗？对，其实哪一位的？刚刚哪一位？都有。对，刚刚那一位也有，然后就是对别间的也有。那其实你在酒吧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机缘之下，然后认识了另外一位 Gary。对，然后我们才开始慢慢的有自己的社交圈。对，其实是慢慢开始的。那就是如果你说我们是怎么成立起来的话，就是大概是朋友介绍啊，然后或者是听他好像是讲中文的，然后口音是台湾口音的，就会问一下，你是台湾人吗？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你是从以前就这么的社牛吗？其实我看场合，我是很E的E人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是看场合E。比如说像我在公司，我就蛮低调的。你要跟观众解释一下什么是E人？E人就是 MBTI 的E是外向的意思，I 是内向的意思。对，那我因为我很E，所以我其实跟每个人我都可以聊天，就是我年龄层可以从就是3岁到就是50-60岁我都可以聊。对，所以我其实在聊天的 range 是蛮广的。对，所以其实以社交来讲的话，就是聊天这一块我比较没有那么担心。所以从以前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因为来到越南之后？不是，我以前就是活泼外向的人。对、okay. 对。那我会认识 Carrie 的也是因为一个团体
当中认识的。那这是也算是目前在越南蛮大的一个，不要这么说，其实我们也才10几个人而已，也没有那么大。对，台湾社群OK， 才10几个人。那你要怎么鼓励就是一些很内向的人交朋友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取决于个性，因为这真的，你只要勇敢跨出第一步，我觉得后面就会比较顺遂。就是你只要肯聊天、敢聊天，我觉得基本上大家都不太会去排斥跟你聊天。尤其是其实胡志明蛮多外国人的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外国人。那我们去酒吧的时候，很常遇到，不管是我们华人的脸孔，或者是欧美的脸孔，其实都会跟我们聊天。你只要敢回应、敢讲，我觉得就是跨出那一步，我觉得就很容易交到朋友。那有些人就是不敢啊，那怎么办？而且他刚好又在异地工作，那他可能就是滑交友软体，对，先从交友软体开始认识朋友。对，我并不觉得交友软体是不好的东西，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在就是交友软体上认识新的朋友，但不是每一个交友软体都是要往谈恋爱或是 do something， 就是往那边去发展。对，我们也是有就是真的是就是交朋友的，那就是刚好可能遇到台湾人，然后我们就会一起问他说，那我们刚好有聚会，你要不要一起来参加？那就是当然就是看他们的意愿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，在越南像这样子的聚会，我们都不会排斥。以我来讲的话，我不会排斥，因为你认识越多的朋友，其实在对你的不管是工作还是你的生活，我觉得都是蛮有帮助的。对，我不会觉得一群人在酒吧喝酒是无效社交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是要长期去培养的。因为今天这个人好，可能我们有在银行的朋友，那我们刚好有可能正要创业的朋友，那可能有一些税务的问题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互相请教？对，那其实在这一块我就觉得看到大家这样互相帮忙，我会就是觉得蛮开心的。对 OK，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大家会愿意加入这个社群？因为一开始我记得只有你和另外一个男生，他叫 Gary Wang。对，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愿意留下来，就跟大家打在一起这样？可能我们够疯吧？对，应该说我们很常去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开发新的餐厅。那对，去酒吧喝酒。那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会去夜店玩一下。我觉得这都不是不好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是鼓励大家走出来，就是都不要闷在工厂里，因为其实工厂真的蛮无聊的。对，因为加上我不是住在胡志明，所以我很需要走出门。对，所以应该是说，大家其实我们的群里面的朋友人都还不错。对，那其实大家要参加不参加，我们不会强制硬性他们，就是那你一定要来，或是一定不要来。那我们就是每周我们就会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今天要在哪里吃饭，那要来的自己报名。对，我们现在是这个模式。OK， 对，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，就是不是硬性参加的那种。你觉得在越南生活有一群吃饭聊天互相帮忙的朋友，最大的价值是什么？最大的价值我不敢说这一种就是社交的方式会有多厉害的价值，但是我觉得这一些价值可能是你在未来才会慢慢去浮现的。好，可能 maybe 我们有开酒吧的朋友，你以后你可能想要开店，你想要做生意，你想要干嘛，你就可以请教他。对，那我们也有可能做物流的朋友。那你今天假设你想要在越南创业，那你可能想要进货、出货这一块的话，就是我觉得都是你的人脉。对，我觉得这人脉就是最大的价值。对，不是说我今天出来一定要在这个人身上就是得到什么才是有价值。对，OK， 哇，非常实际的分享，就是我也觉得很受用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其实不要看人家怎么讲这么多话，这么会社交，玩这么嗨什么的，其实我想这就是他本身想要维持的一种性格，然后呢也可以扩展自己的交友圈等等的。那我想这也不需要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啊。对，只以自己生活的舒服为主。对，在越南生活已经异地生活很辛苦了，那就当然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生活会比较重要。对，那很多友情其实都不是刻意经营出来的，而是在一次次的聚餐，一句最近好吗，或是一个简单的邀约当中慢慢累积起来的。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可以陪伴每一位正在异乡生活的朋友，也许下一个认识的人就会成为你
就会成为陪伴你走过这段旅程的重要伙伴。谢谢今天 Carrie 的分享，我是赛群胜，这是 Carrie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